我今天来帮忙。FO 是什么 Times FO。你有打过蛋吗？我做1颗，你大概已经做了5颗了。七日挑战你最简单了。7天哇，可以。不大。哎，到了。生意很好，你看这么多人在买，待会儿我们来跟他聊一聊。嗨， Hello，慧怡，你好你好。我从小看到你长大。随着我们一同踏上这段文化之旅，又一个人跟我这样说了，我应该高兴还是3条线？我接下来几天要在这边跟你学习，加油！我有点紧张。其实我的烹饪技术大概就是煮泡面那种程度。煮泡面，鸡蛋可以吗？鸡蛋可以，鸡蛋 OK，泡面加蛋这样可对，以。就应该差不多。好。那像我这样子第1天，然后厨艺又不好的人，我应该要从哪边开始学习开始 OK， 呢？你可以从 cashier 开始，我们可以跟 customer take order 啊，还有用这个宝贝，我们这个宝贝还需要一些时间认识。不可以马上就在那边到那边煮粥吗？你不是说你烹饪不好吗？说的也是啊。所以第一件事呢，这个哦，对了，卫生第一。 OK， 所以第一个来，我们会问，来大姐要吃什么？吃打包，要不要加蛋？用什么还？所以这个价钱其实我不用记得，系统里面已经有多少价钱了。对，我们这里呢有5个步骤，所以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跟顾客讲什么哦，你先写，你不要急着按，不然有时候你就会乱。先写就是问他几号吃什么，要不要加蛋，对，吃还是打包，你写好了，你才慢慢按，按了过后你就进单，过后你才收钱。你可以试着 take 他的 order。好，那你在来，老旁边板吃什么啊？5号打包2包打包。不要急着按先，我们先写。好，对，5号2包。号2包。啊，2包打包的，要不要加蛋 ？OK， 我们把这是1号。 2包。2包。打包。对，那你就可以按，连这个打包按2次。来多一个1号，还是你要问我帮你写？好，是要吃什么？对，要加蛋吗？那你帮我按。1号，顶包啊，带走。请问要吃什么？9号吃的。加油条啊，新的任务，加油条是这样。哎，add on。油条。要含现金对不对 ？OK， 来，老板这里。我现在是一个头2个大，我没有想到光付款这样的事情，就很多东西要记得。我很少看你笑到这样哎啊！有点我今天来帮忙。哇，好多人认识你。看我压力也很大，我已经开始手忙脚乱了。所以我们这里是 spring onion 是 SO，fried onion 是 FO，呀，油条就是 YT， 刚刚你看到了。吃是画一条线，3个才需要拿把子，加鱼是2.8块，先写单。他们有很多他们自己的暗号，让自己能够了解。那这个我要学的，比如说加鸡蛋是画一个圆圈，要加油条的话你就写 YT。如果是吃的话呢，就在下面画一条线啊。那现在过了早餐的高峰时段，就是比较有点时间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些什么？你一点餐过后，你这个就是进单，中间的人呢，看他有没有需求，就是如果有鸡蛋呢，我们就需要打鸡蛋。这里呢是有青葱、炸葱跟油条。他不要青葱的话，我们要另外准备。然后他也是会跟煮的人说是什么号码，就是好像 level 1、level 2、level 3这样。
希望你可以快点去来不去。那现在我给你一个小小的挑战，我写一下单让你看，你可以帮我做吗？这个单是5号加00是蛋 FO 是什么？ ，times FO，就是不要 fried onion，就是这个不要炸葱的意思。叉就是叉就是不要，就是不要炸葱。我懂了。鸡蛋我们要把它打进去。你有打过蛋吗？有。OK， 很好。我怀疑了一下。你看起来很像你没有很有信心哎。那我就煮了哦。帮我按7号。就是中间的人也是很重要，他就会协助我，然后我就可以专心的煮粥，真是一粒都没有破。就只会打蛋而已。所以你一般煮粥的流程是怎么样？现在我先有白粥 ，then 我就拿料，你就倒下去 ，then 再皮蛋1勺。OK。那时间大概煮多久？大约1分钟吧。1分钟。我们的蛋。对，蛋有点特别。先把蛋白拿出来。对，蛋白就煮。煮完之后再直接倒进去，让热度把这个蛋黄煮熟。对。那我现在也想要试着煮自己的第1碗广东粥。那你想吃什么？皮蛋、肉碎加肉圆。加肉圆 ，OK。来，那你站这里。所以首先呢，你需要拿大概1勺，满满的1勺。大概这样。对。第2个步骤呢，就是开火。我要这么大吗？不用。用这个来拿料。对，就4个勺。就是4次的意思。对，肉圆也是4粒。然后把它倒进去。倒进去。然后就要一直搅。差不多。手忙你脚乱。没事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第一次，那你可以放一点点的酱青，差不多了呢，你就可以加皮蛋。好。你想多一点吗？我喜欢吃皮蛋，就是要多一点。站在这个炉灶之前啊，才体验到真的是挺热的。挺难的，高难度的动作来了。高难度，高技巧。蛋黄拿起来，对，然后把蛋白倒下去。OK， 对，成功。不错不错，大概我们可以开大火，开一个大火。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给它的味道再出来一点，这样就可以倒了。老板这些 OK 吗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OK， 大功告成，这个是你第1碗。来，老板你好，这是在慧仪的指导之下，我今天煮出来的第1碗广东粥，想要请你尝尝看。好，来，这碗给你。没事，长辈们先拿。没事。来，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？第一次煮就有这样的水准，是已经很有天分，很有天分。跟我煮的差不多。你不要。最主要是指导。我们开始的时候用白米煮成粥那个阶段是最重要的，那到时候你学的时候会更辛苦。最后那第7天我会有什么样子的任务呢？必须就是做第1号、第2号还有第3号，第3号就是煮，所以第1号你需要有20个 order， 连中间你可以帮忙10个 order， 连再来煮10碗。OK 吗？20、10、10，还是太少了，那就20、30、30。我努力吧，10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吗？可以了，可以啊。好。现在是凌晨大概5点钟左右啊，你可以看到外面的天其实都还没有亮啊，很黑的啊。那天慧仪跟我说，他们每天必须要早上4点半左右就来到小贩中心来开档，做一些备料啊、煮粥这样准备的工作。那我今天就特别早起啊，就要来体验一下他们的工作。老板早。早安早安。白粥的话，大概需要花多久的时间？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把那个水滚起来要1个小时15分钟，你倒下去水滚了也是要1个小时15分钟才能把那个粥煮好。每天要煮120公斤，每天早上这120公斤啊哈。现在差不多快要滚了，是不是？现在水已经滚了。哦，就可以把白米放进去。水是这样，这样慢慢摇啊。不要一下子，等一下会碰到你。好，其实蛮重的，我刚刚在拿的时候。因为它6公斤里面还有水，还有什么就重一点。是。它米很重吗？我们要搅一搅。先搅拌。搅一搅。要不要试试看？好，我试试看好了，来试试看。你感觉到它的米在下面吗？有。那就 OK 了。一天要准备多少不同种类的配料？主要有肉片、肉圆、猪肝、虾。
好， OK， 我们第一个就是做肉片，就是这个生的肉片呢，我们会弄熟它，散开。对，散一点。它大概变颜色了过后，可以上。来肉圆，试着做肉圆。第一个步骤是要放一点油，所以我们是捏过后一粒，也就这样。最重要是它要差不多同样大小，有点太大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顾客吃了就很开心。安克，你做的速度真的太快了，我做1颗，你大概已经做了5颗了。不要这样比啊！假如你叫我去播报新闻就完蛋了。吉兰丹这个位于马来西亚东北部的州属。现在是扒皮蛋，好，这个小任务哦就交给你了。好那我就会去忙了。好 OK。其实从早上忙到现在，我已经有点累了。但是对于慧仪他们来说，其实他们的一天才刚刚开始，所以说做小贩的生意其实是不简单，相当辛苦的。慧仪，你好，完成任务了，接下来应该没有事了吧？来，还有，来，现在就是要扒虾啊，这个你有做过，还 OK 啊。哎，这就是鱿鱼鸡丝加皮蛋，还有加蛋。要加蛋，要打蛋。哎呦，林姐，今天又是你啊！是啊，你改行了。 7天改行来学习，很热啊，又很辛苦。刚刚真正的在炉子前面煮了几碗的广东粥，也第一次尝试同时2个锅子这样子一起煮，我觉得已经慢慢上手了。希望呢，接下来都能够越来越顺利。王峥，我今天带了3碗粥来给同事尝尝，有皮蛋瘦肉粥，有海鲜粥，也有鱿鱼鸡丝粥。你要尝哪一个？所以你的7天挑战出师了是吗？都是我煮的。我先来帮你评价一下，就皮蛋瘦肉吧，好，最经典的对广东粥。还有粥的部分，味道怎么样？再吃一口再评价。我觉得不错。然后我听你做了这么多工，我觉得心里比较平衡一点。我一直觉得你的广东粥是7日挑战里最简单的。这样，你都以为煮粥这样一煮就行了，其实不是的，我还学习了接单、帮助手、还有收银，还有跟他开始煮还有许多备料，包括煮米，全部都尝试了。你看是挺辛苦的。好，现在到你们了，我的第2批白老鼠，你们尝尝看我做的粥怎么样？我的是海鲜粥，首先入口这个粥是非常的细，然后呢，那个鲜味已经完全进到了那个粥里面了。吃这里面食材料很足哦。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这个油条，这个油条是做的吗？油条我们也是得炸的，我跟你讲。来，杨振华仔细品鉴一下，咱俩不能差别这么大哟。有点淡，我觉得问题可能会出在那个酱青的量，这是我常常忘记的一个部分，忘记加酱青了。这次可能加的有量少酱青吗？点，你是不是又忘了我的了？应该是有加，但是量可能少了。我就觉得这个味道十足了，已经合格，在我这儿不是合格，优秀。谢谢谢谢。不要好了，满分。不要在振华这儿立满框了。也不需要这样子。你可以开始了。酒，哇，天哪，我没有煮过酒。酒哦，对，对呀，你看我这几天学习的进度怎么样？毕竟你是来这里学几天，所以速度方面就。是不是？你看，像我今天就只能够用2个锅，像你们都可以3个或4个锅同时煮。我们是用4个锅，可是其实很不错的。我要把这个菜单记得更熟悉一点，然后再练习2个锅同时煮。皮蛋瘦肉粥5号，加鸡蛋吗？不会呀，今天下雨哎。一般来说，下雨的时候会不会有比较多人来想要吃粥？这样我们生意会不会比较好？
会的，真的真的，就是比较凉的话，很多人会比较喜欢吃粥，加上他们会用外卖，所以我们 Grab 会比较多。也是，如果天气太热的话，就是很少人会想吃粥，因为粥很烧啊，很烫。对，好，首先开火啊。对，开火。6号好了吗老板要黑一下子。 ？5号。好，等一下我跟你说，我先写啊。5号。9号。一直我觉得我好像在拖后腿。那可以谈一下你当初是怎么样来会进入这个小贩的行业的？小贩行业已经20多年前了，这样。就出来卖杂菜饭。杂菜饭那些10多样、20多样菜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在煮，所以每天都很吃力，弄到心脏病。为什么会选择就是煮广东粥？广东粥就没有这么累啦，就一早上煮一个大桶的粥，我就可以这样一碗一碗煮，再煮烧麦啦。辛苦的时候是他们建立这个的时候，就是只有他们2个人，那他们做10多个小时、12个小时是最少的。现在我们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分2批，人就没有这么累呀。你怎么会选择来接手这个小贩的生意？我那时就是看到我爸爸妈妈，看到他们很辛苦，我是他们唯一的女儿。我之前是当警察的，我当5年的警察。我其实是第4年的时候，我就有跟我父母讲说我真的想出来帮你们讲，他们就说我再给你多1年的时间，你去想你真正要这个你才出来。连最近就是因为有我的老公的支持，我才有这个勇气来，不然我是不敢一个人我不敢。那你刚开始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超级不一样，我那整个星期我犯了很大的两个错，我的货我忘记叫，我爸爸妈妈就需要打给我的 supplier， 就是打给我们送米的说，你可以帮我吗？我的女儿她忘记叫米，那个是非常严重吧？因为卖广东粥没有米，就只剩水，水怎么卖？第二个就是那个水跟米的那个我称错，煮出来的粥煮出来就是很水，然后我们整个需要丢掉。那天就是早关，然后他又不要骂我，他骂我，我还心里好一点。我妈妈也是没有骂我，每次很喜欢骂人的，她也是不骂我，我就心里就哇，他们这样，我妈妈都不骂我，就真的是忍住了。对啊，对。7天话可以。